大家好，我是小颖。瘦肉买回来不要总是炒着吃了，或者煮汤喝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开胃又好吃的做法，这样做出来的色泽鲜亮诱人，肉质鲜嫩，好吃不油腻。制作方法特别的简单，接下来跟着我的视频，一起来看一看具体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我们先准备一块里脊肉，怎样挑选新鲜的里脊肉？它呈现鲜艳的淡红色或浅粉色，无发黑或发灰的迹象。用手触摸，里脊肉应有适中的弹性，不应过于松软或过于硬韧。里脊肉表面应干爽，没有黏腻感或水分过多的情况，这样的里脊肉最新鲜。把它切成厚片，厚片呢，切成1厘米左右就可以了。然后在肉片的正反面切2毫米左右的花刀。这一步的目的是让里脊肉能够快速的腌制入味，等一下肉质会更嫩的。接着我们再切成长条。里脊肉是肉中最嫩最优质的部位之一，没有多余的结缔组织和筋膜。切好后把它放入碗中，我们简单来腌制一下，往里面加入1小勺盐，半勺的胡椒粉，然后加入提前准备好的葱姜水，我们要少量多次加入，把它抓拌均匀。这道菜如果学会的话，真的是老少皆宜，像挑食的小孩都能吃2碗饭。把肉抓到有点发黏的样子，我们再加葱姜水，继续搅拌均匀，让里脊肉把姜葱水吸收干净，这样等下挂糊的话，它才挂得比较牢。接着我们再打入1个鸡蛋，加鸡蛋可以提升里脊肉嫩滑度，还能增强结合力和改善口感。搅拌均匀后，我们再加入1大勺的玉米淀粉。如果家里没有玉米淀粉的，可以用红薯粉，就是地瓜粉哈，或者土豆淀粉都可以。再给它充分抓匀，把里脊肉都裹上薄薄的面糊。最后我们再加入1勺的食用油，这一步的目的是酥脆的关键，也是减少炸制时的粘连。操作到这一步，已经处理好的肉，给它腌制个15分钟左右。接下来我们准备半个洋葱，把它切成小条。切好后，把它放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1条苗条的青瓜，把它切开。然后我们把这个囊给它切掉，不要，因为它比较容易出水。然后再给它切成小块。切好后，把它放入盘中备用。我们接下来调一个糖醋汁，往碗里加入半勺的食用盐，半勺的生抽，3勺的白砂糖，这一道菜这个糖要多一点，2勺的番茄酱，1勺白醋，加入2勺的清水，把它搅拌均匀。这个比例的糖醋汁做出来的美食，它就不是特别酸，大人小孩都特别喜欢。搅拌均匀后，先放一边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准备漂亮的西红柿。朋友们家人们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。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小颖来说可以高兴睡不着觉。现在这个视频就辛苦你帮小颖点赞转发一下吧，非常感谢大家支持和鼓励。接下来我们起锅，倒入多点食用油，把油烧热，烧至4成热时，我们下入筷子，筷子能这样迅速的冒小泡泡，油温就可以了。我们就可以把里脊肉一块一块的放入锅中。下肉的时候，我们就尽量速度快一点，保持中火炸。下的时候手一定要离油面低一点，拿得太高，煎出的油容易烫着手，炸制的比较多。
最好是分2锅炸。如果有里脊肉粘连的，我们可以给它分开。我们看一下，这是我们开中火炸了3分钟，有一点点上色了，像这种状态就可以了。我们先给它捞起来备用。我们继续炸第2锅，因为我们放里脊肉的话也是需要时间的，速度没那么快，所以我们要这样分开来炸，也可以保证它的熟度比较均匀。不然的话，先放进去的已经过老，有些刚放进去的还没有熟。这锅我们也是炸3分钟左右，里脊肉上色了，用漏勺捞出控油，出锅后晾一会。做这个菜要想好吃，必须要复炸1次，这样可以去除多余的油脂，也能让里脊肉的口感更加酥脆。接着开大火，把油温加热至80%热，直到油面冒烟，把里脊肉放入锅中，复炸40秒，炸的时间不要过长，这样里脊肉吃起来会更加酥脆，更加美味。此时要不停翻动，以防炸糊。炸至里脊肉呈现金黄色，就会非常酥脆。最后用漏勺控油捞出，甩掉多余的油，把它放入盘中备用。接着锅留底油，我们把糖醋汁倒入锅中，大火把它煮开。煮开之后，继续把它熬至浓稠一点，因为等一下不勾芡了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给它熬至浓稠。把水分煮干了过后，再加入1勺炸里脊肉的热油，继续搅拌均匀，这样可以使酱汁的颜色更加的鲜亮。搅拌至酱汁冒均匀的小泡泡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们就可以把里脊肉倒入锅中，再把黄瓜条、洋葱也放下去，翻炒均匀，让每根肉条都沾上酱汁。哇，实在是太香了！一边翻炒，一边忍不住流口水了。就一直把炒至这种比较粘稠的状态就可以了。然后再加入1把炒熟的白芝麻，增加香味和丰富口感。搅拌均匀后，就可关火出锅，装入盘中，挖着甜酸的味道扑鼻而来，而且色泽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。这个方法做出来的里脊肉，金黄酥脆的外表，包裹着细嫩多汁的里脊肉，诱人的香气扑面而来，每一口都能感受到肉质的柔软，以及酸甜诱人的糖醋汁的完美融合。这道菜不仅味蕾满足，视觉上也是极具吸引力，肉质鲜美，配料丰富，色泽鲜艳动人。无论是作为主菜还是佐餐小菜，它都能带来美好的用餐体验。相信你一定已经按捺不住，迫不及待地想品尝这道绝佳的糖醋里脊了吧？不妨趁热享用，感受它酸甜交织的独特魅力。如果你觉得这个食谱有帮助，请给我点个赞，感谢你的观看，希望你能享受这道糖醋里脊的美味，期待你的下次光临。